这是最疯狂的决定。北有苏联虎视眈眈，南有越南挑衅不断。就在这前有狼后有虎的情况下，邓小平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：裁掉100万军队。消息一出，举世哗然。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天天把裁军挂在嘴上，却从来没见谁真正动过手。中国倒好，不声不响，一刀就砍掉了1/4的军队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决定背后有多艰难。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超过400万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。裁掉100万意味着直接暴露军队的短板和制度的缺陷，对于军队内部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这意味着60万干部一夜之间成为编外，1/4的陆军建制单位要被撤销，更意味着那些有过无数光荣历史、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即将消失在序列中。但最要命的是，当时的国际形势一点都不太平。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100万，越南在边境不断挑衅，台湾问题悬而未决。这种情况下裁军，万一打起仗来怎么办？邓小平的回答是：虚胖子能打仗吗？他打了一个比方，大力士、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，但是不虚，虚就不能进行拳击。我们的军队就是虚胖，看着人多，真打起来未必顶用。这话听着刺耳，但却是大实话。而裁军100万，首先得知道种在哪里，才能找到突破口。尽管当时中国有400万兵力，但连队并不充实，各级机关却种得厉害。每个军区有10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干部，还有团职保密员、营级打字员这种匪夷所思的编制。士兵在前线吃苦，大量的军费却花在养这些官身上。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与其说是精兵，不如说是精官。但精简军队这事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从1975年到1984年这10年间，已经搞了4次精简整编了，结果却陷入了一个怪圈：精简增编，再精简再增编，机关精简一次就膨胀一次，边减边增，互相攀比，有的时候增编的数量甚至比裁减的还多。每次整编都是只减人不改制，治标不治本。而这一次邓小平要动真格的了，他指出减人必须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，除了改制还要建制，把编制变成法律，谁也不能随便突破。11个大军区要撤掉4个，3总部机关要砍掉1半，各级副职要大幅削减，几乎每一个军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，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被触动。那么这得罪人的事将由谁来开头？邓小平的阻力有多大？他又是如何化解的呢？请点进主页，下集继续为您讲解。